1748年，瑞士洛桑，出版商布斯凯印出一套厚厚的2卷书，拉丁书名是《无穷分析引论》，作者是41岁的欧拉，手稿从柏林寄到洛桑，终于变成正式出版物。这本书会改变一个词的命运，函数。从此以后，函数不再主要是几何曲线在坐标上的影子，而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可以写下来、可以运算、可以展开的解析表达式。在这本书第8章里，欧拉写出一条公式 e 的 ix 次方等于余弦 x 加 i 乘以正弦 x。表面看，它只是把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接在一起，实际往后看，它打开了复变分析的大门。如果把这个公式里的 x 换成派数学里5个最基本的常数，会被异常等式压在一起 e 的 i 派次方加1等于0。这一集讲3件事：第一，函数怎样从几何语言转成代数语言；第二，e 的 ix 次方这个公式怎样从级数里被严格推出；第三，那个后来被称作最美等式的公式，在1748年到底是不是欧拉本人写下的？离上一集的1744年已经过了4年。柏林皇家学院在1746年迎来真正的院长，法国人莫佩尔蒂正式上任。欧拉也在同一年成为学院数学班的负责人，也就是学院数学领域的实际主持人。但学院里的数学话语权始终在欧拉手里。莫佩尔蒂从1746到1753年名义上当院长，欧拉则主持学术日常。这种院长是政治符号，数学班负责人是学术实权的双轨格局，后面会埋下矛盾。1745到1748这几年，欧拉同时推进2本大书，一本是1748年出版的《无穷分析引论》，另一本是1755年才出版的《微分学教程》。白天，他处理腓特烈和学院的事务；夜里，他写自己的分析学体系。家庭也在继续扩大。1746年，女儿夏洛特出生；1748年，儿子克里斯托夫出生。从1740年起，欧拉右眼已经基本失明，但他的论文产出没有下降，反而在1745到1755年之间推到整个职业生涯的高峰。政治背景也很关键。1745年，腓特烈刚结束第2次西里西亚战争；1748年，亚琛条约给欧洲带来短暂和平。柏林学院在战争中被迫降速，战后才真正运转起来。无穷分析引论出版那年正好搭上这个和平窗口。其实到1748年，欧拉手里早就堆好了无穷分析的笔记。无穷分析引论的核心思想在1745年前已经成型，出版只是把这些思想装订成2卷正式教材。后来这本书会成为18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分析学的入口。今天我们说 y 是 x 的函数，几乎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但在1748年之前，函数这个概念其实并不稳定。17世纪末，牛顿用流量拉丁词 fluent 描述变化的量，他的视角主要还是几何，一条曲线上随时间流动的点。莱布尼茨也从几何直觉出发，他用变量描述曲线上不固定的量。至于 functio 这个拉丁词，莱布尼茨1673年第一次写下时，含义也还是几何的，曲线上某些可变线段。到1696年，约翰伯努利把函数往代数方向推进了一步。他说，函数是由变量和常量组合而成的量，但问题是，他没有明确说明这里的组合到底允许哪些运算。1718年，约翰伯努利又给出一个稍微清晰的定义，由一个变量任意一种方式与一些数构成的量。可是任意一种方式本身又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口子，这种模糊带来了30年的混乱。不同数学家在文章里写 f(x) 时，脑中的图像并不一样，有人想的是曲线，有人想的是代数式，有人想的是运动中的量。1748年，欧拉在《无穷分析引论》第1章，也就是函数通论里，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代数定义。欧拉的定义大意是，一个变量的函数
是由这个变量和一些常量通过有限或无限次运算组合而成的解析表达式。这里的运算包括加减乘除、幂根、对数、三角指数和级数。关键变化有2点：第一，函数从几何对象变成代数对象；第二，组合允许哪些运算被明确列出来，不再只留一个模糊的任意方式。当然，这个定义还不是终点。19世纪，狄利克雷又把函数推广为任意对应规则，不再要求它必须是解析表达式。比如1837年，狄利克雷给出一个函数，有理数上取一个值，无理数上取另一个值。这种函数不能写成普通解析表达式，但仍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函数。可是欧拉1748年的定义仍然是连接2个时代的桥。无穷分析引论之后，18到19世纪的数学家写下 f(x) 时，脑中的图像终于统一了，一个可以运算的解析表达式。1797年，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也正是沿着欧拉的代数函数论往前走。一个定义让数学语言从地方方言变成普通话。无穷分析引论的第1章，实际上是在为后来100多年的分析学写一部语法书。现在我们看无穷分析引论第8章，标题大意是源于无穷的超越量。欧拉在这一章里用同一个工具把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串起来，这个工具就是级数。先看 e 的 x 次方，在实数轴上它可以写成无穷级数，比 e 加 x 加 x 平方除以2的阶乘，然后是更高次方依次加下去。这是 e 的 x 次方的泰勒展开，我们把它当作已知。现在问题来了， e 的 ix 次方怎么定义？ e 的 x 次方原本只在实数上定义，而 ix 是负数，不能直接硬塞进去。现代严谨做法是把这个级数本身当成 e 的 z 次方在整个复数域上的定义，也就是说，不是先有 e 的 z 次方再去找展开，而是先用级数定义它。这个定义合不合法，要看级数对所有复数 z 是否收敛。看连续2项绝对值的比值，结果是 z 的模除以 n 加1。无论 z 的模有多大，只要 n 足够大，这个比值都会趋近0。比值检验通过，所以 e 的 z 次方的级数在整个复平面上绝对收敛，函数在全平面量定 e。同样，我们也用级数定义余弦 z 和正弦 z， 具体形式画面里显示。在实数轴上，它们正好回到熟悉的余弦 x 和正弦 x。同样用比值检验可以证明这2个级数在复平面上也绝对收敛。现在做关键代入，在 e 的 z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除以 n 的阶乘的级数和理，让 z 等于 ix。这里 x 是实数 ，i 是虚数单位，满足 i 的平方等于-1，这一步合法，因为 e 的 z 次方已经在整个复平面定义，而 ix 是一个合法复数。代入以后 ，e 的 ix 次方等于 ix 的 n 次方除以 n 的阶乘的级数和，也就是 i 的 n 次方乘 x 的 n 次方再除以 n 的阶乘的级数和。问题变成 i 的幂次到底怎么循环？ i 的幂循环周期是4，i 的一次方等于 ii 的平方等于-1，i 的立方等于-i，i 的4次方等于1，然后回到 i， 周而复始。展开 e 的 ix 次方，含 i 的项和不含 i 的项交替出现，系数按 i 的幂周期循环。具体展开画面里显示。接下来要把含 i 的项和不含 i 的项分开。这一步为什么合法？因为刚才已经证明级数绝对收敛。19世纪建立的标准结果告诉我们，绝对收敛的级数任意重排都收敛到同一个和。黎曼1854年反向说明了配套现象。只有条件收敛级数，才可能通过重排改变和我们的级数绝对收敛，所以不属于这个危险类别。先取偶数次项 n 等于0、2、4、6、10，i 的 n 次方只给出实数1或-1，于是得到1减 x 平方除以2的阶乘，加 x 4次方除以4的阶乘，减 x 6次方除以6的阶乘，继续下去。这正是余弦 x 的级数。所以实部等于余弦 x，
再取奇数次项 n 等于1357时 i 的 n 次方都是纯虚数，把 i 提出来就得到 i 乘上 x 减 x 立方除以3的阶乘加 x 5次方除以5的阶乘减 x 7次方除以7的阶乘，继续下去，括号里正是正弦 x 的级数，所以虚部等于 i 乘正弦 x， 合起来就得到1的 ix 次方等于余弦 x 加 i 乘正弦 x， 这就是欧拉公式。整个现代推导从级数定义出发，用绝对收敛保证重排合法，然后严格得出结果。这里要把历史路径和现代严格性分开。欧拉1748年在无穷分析引论第8章里得到同一个公式，但他使用的是无穷小分格，在1加 n 分之 ix 的 n 次方里，把 n 当作无穷大但仍可二项展开的量，形式操作得出结果。按现代标准，这并不严格。严格基础是19世纪逐步补上的1821年，郭熙在分析教程里给出级数收敛和绝对收敛框架。1860年代，维尔斯特拉斯又用一致收敛和分析算术化，把分析学基础进一步收紧。1748年，欧拉的答案是对的，支撑他的严格逻辑是后来100多年慢慢补齐的。现在做几何解释，注意这是几何意义上的解读，不是推导步骤。对实数西塔 e 的 i 西塔次方的模等于根号下余弦西塔平方加正弦西塔平方，也就是1。所以 e 的 i 西塔次方始终在复平面的单位圆上，当西塔变化时，这个点就沿单位圆移动，复数从此有了一张几何面孔。即坐标形式也从这里出来，任意非零复数 z 都可以写成 r 乘 e 的 i 西塔次方，其中 r 是模，西塔是俯角，两个复数相乘就变成模相乘，俯角相加。一个公式给出了复数乘法的几何意义，后面的三角恒等式微分方程 y 等于 iy 的解，柯西复变分析都会从这条等式继续发芽。欧拉公式 e 的 ix 次方等于余弦 x 加 i 乘正弦 x 已经建立，现在做一个特殊代入 x 等于派，这不是随便选的，派会让两个三角值同时变得最干净，从而把整条等式压到最简。计算余弦派和正弦派，严格说，我们可以直接用刚才建立的级数定义来算。余弦派的交替级数收敛到-1，正弦派的交替级数收敛到0，从单位圆几何也能得到同样结果，因为这两个定义在实数轴上一致。代入欧拉公式 e 的 i 派次方等于余弦派加 i 乘正弦派，也就是-1加 i 乘0，结果是-1。把-1移到等号另一边，这个等式就变成 e 的 i 派次方加1等于0。这一行等式里做着5个数学里最基本的常数 e i 派1 0，我们一个一个看。e 是自然对数底，1683年雅各布伯努力在复利问题里第一次撞见它。当 n 趋向无穷时，1加 n 分之1的 n 次方的极限，欧拉给它现代记号 e， 后来被证明 e 是超越数。i 是虚数单位，定义为 i 平方等于-1。1545年，卡尔达诺在大数里让它出现。2个多世纪后，韦塞尔第一次给复数一个几何位置，也就是复平面。派是圆周率，圆周与直径之比。公元前3世纪，阿基米德给出223分之71到7分之22之间。1882年，林德曼证明派是超越数。1和0是代数的两个起点。1是乘法单位元，任意数乘1等于自身。0是加法单位元，任意数加0等于自身。0作为正式数字的引入相对晚。公元628年，印度数学家婆罗摩基多在婆罗摩历算书里给0正式定义和运算规则。5个数在幂、乘法、加法和一个等号里自然落到一行。严格说，等号不是运算，而是断言两边相等。也正因为这样，19到20世纪，很多数学家不断把它称为最美等式。1864年，本杰明·皮尔斯在哈佛课堂上谈到 e 的 i 派次方，
等于负1时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这是绝对正确却又绝对悖论的。1960年代，理查德·费曼在《费曼物理学讲义》第1卷第22章末尾，把一般式 E 的 ix 次方等于余弦 x 加 i 乘正弦 x 称为数学里最非凡的公式。注意，费曼指的是一般式，不是派代入后的特殊式。后来最美这个标签经常在一般式和特殊式之间被来回转用。关于优先权要讲精确。1714年，英国数学家罗杰·科茨在对数论里给出了和欧拉公式等价的关系，但他用的是拉丁文几何语言，没有写出现代代数式，因为 i 作为虚数单位的标准记号当时还没有定型。这个对数形式是欧拉之后由后世数学家重构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科茨在1714年已经抓住了这种对偶关系，比欧拉早34年。但欧拉在1748年用级数推导写出清晰的指数形式 E 的 ix 次方等于余弦 x 加 i 乘正弦 x， 并把它放进完整的分析学框架，再通过无穷分析引论传播开来。欧拉公式这个名字正是数学史里常见的现象，首发者未必是首传者，真正让公式进入主流语言的人，往往决定了它的名字。无穷分析引论1748年在瑞士洛桑出版，共2卷。后来学者把2卷分别编号为 E101 和 E102， 第1卷处理基础函数和级数，第2卷处理解析几何。这本书后来被称为分析学的圣经，是18世纪后半叶欧洲分析学的重要入门教材。1755年，欧拉又出版微分学教程，编号 E212， 1768到1770年，他在出版积分学教程3卷。从1748到1770这22年，欧拉几乎一个人写出了分析学的整套教材。无穷分析引论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他让函数这个词有了统一图像。1797年，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直接接上欧拉的代数函数论。1821年，柯西的分析教程又把函数放进极限论的严格框架。1860年代，维尔斯特拉斯进一步收紧分析基础，这条链条的起点就是欧拉的1748。无穷分析引论出版那一年，欧拉41岁，他在柏林学院的数学权威几乎已经无可挑战。但1751年，一封声称是莱布尼茨1707年写给赫尔曼的旧信会突然出现，他会指控莫佩尔蒂在1744年提出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其实早就被莱布尼茨写过。学院的双轨格局，莫佩尔蒂名义上当院长，欧拉掌握学术实权，会被这件事正面壮烈。下一节柏林篇之3 1751到1753，科尼西与莱布尼茨违信，欧拉主持的学院判决，以及一场后来被证明是错判的裁决。